梅毒脚的典型表现，多数人却以为是得了脚气，白白耽误了病情。老张最近发现自己的脚总是发痒，而且皮肤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红斑，以为是天气热导致的脚气，他并没有太在意，只是在药店买了一些脚气药膏涂抹，结果效果不明显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红斑开始扩大，脚部也出现了一些溃烂的情况，甚至连走路都感到不舒服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老张决定去医院检查。医生检查后告诉老张，这不仅仅是脚气那么简单，实际上可能是梅毒引起的皮肤表现。梅毒脚的症状和脚气有些相似，但却更加严重和复杂。如果及时诊断和治疗，就可以避免病情恶化。医生还解释道，很多人因为对梅毒了解不多，往往会误以为只是普通的脚气，结果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。那你是否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以为小病不值一提，最终却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？脚气的无声危害。脚气看似只是一个小小的脚部问题，但它带来的困扰可远非小打小闹。许多人一听到脚气2个字，脑海里立刻浮现出的是那些难以忍受的瘙痒和难闻的气味。其实，脚气的问题远不止这些，它还可能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质量。想象一下，每次脱鞋时，整个房间都弥漫着刺鼻的气味，不仅让自己感到尴尬，也让身边的人难以忍受。这种气味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舒适度，还可能让社交活动变得异常困难。朋友、同事甚至家人可能会因此对你产生距离感。脚气的问题不仅仅是脚部的不适，它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由于脚部的皮肤被真菌感染，常常需要忍受痒感，很多人会用手抓挠，这样不仅无法缓解症状，反而可能加重感染，导致更严重的溃烂。长时间的脚气问题还可能让患者在精神上感到焦虑和沮丧，这种负面情绪会进一步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学习表现。治疗脚气的问题，虽然市场上有很多药物可以选择，但效果往往有限。许多人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，甚至包括一些小偏方，但总是发现症状反复发作。很多人会在病情稍有缓解时就停止治疗，但其实脚气的治疗需要坚持不懈，才能真正根除问题。因此，我们在面对脚部问题时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及早采取措施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，可以有效地减少脚气带来的困扰。生活中，及时就医和科学治疗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让我们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，也要关注脚部健康，从而避免脚气带来的无声危害。梅毒脚的隐蔽性。梅毒脚这个名字听起来也许有些陌生，但它却能揭示出身体内的更大问题。许多人误以为脚部的红点和红肿只是普通的脚气或皮肤病，而忽视了可能是梅毒的信号。了解梅毒脚的隐蔽性，能帮助我们更早发现并解决问题，从而保护自己的整体健康。梅毒脚通常表现为脚部的红斑、红肿，这些症状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皮肤问题，但梅毒脚的真正问题在于，它不仅仅影响脚部，而是整个身体健康的警示。梅毒作为一种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，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，甚至有时仅表现为脚部的异常。由于这种病症的隐蔽性，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脚部的小问题，结果让病情变得更加严重。梅毒脚的症状与脚气有很大的不同，脚气通常伴有严重的瘙痒和脚部的溃烂，而梅毒脚的表现则更为隐蔽，主要是脚部的红肿和斑点。许多人在出现这些症状时会误以为是脚气，甚至尝试使用一些外用药物来治疗，但这不仅不会解决问题，反而可能掩盖了真正的病因。若发现脚部出现异常，如红点、红肿，特别是这些症状长期未见好转，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虽然脚部症状看似简单，但它们可能是身体内更大问题的表现。及早就医，进行专业的检查和诊断，能够帮助发现梅毒脚的真正原因，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。了解梅毒的传播途径和症状，有助于在日常生活中采取预防措施，如保护自己避免性传播病，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等。同时，及时的医疗干预、科学的治疗方案，也能够有效解决梅毒脚带来的健康问题。
如何分辨脚气和梅毒脚？当你发现脚部有些不对劲时，是不是会很困惑？脚气和梅毒脚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很相似，但它们的成因、症状和治疗方法却完全不同。搞清楚这两者的区别，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让我们一起解析脚气和梅毒脚，从症状到治疗全方位了解一下。脚气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，主要通过潮湿环境传播，比如共用鞋袜或者赤脚走在公共场所。脚气的治疗一般使用抗真菌药物，这些药物可以帮助消灭真菌，缓解症状。而梅毒脚则是梅毒的一种症状，通常在梅毒的2期出现。梅毒脚通常伴随其他的全身症状，如皮疹、发热等。梅毒是通过性传播或者血液传播的，传染途径与脚气完全不同。因此，梅毒脚的治疗需要针对梅毒的整体治疗，一般使用抗生素来治疗梅毒，控制病情进展。如果你发现脚部有异常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去医院检查。专业的医疗检测能够准确区分脚气和梅毒脚，避免错误治疗。如果是脚气，医生可能会开具抗真菌药物，并建议你保持良好的脚部卫生。如果是梅毒脚，医生则会进行梅毒的全身治疗，确保病情得到控制。脚部问题的自我检查，发现脚部有问题时，自己动手检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。了解脚部常见症状的特征，不仅有助于判断是否需要就医，也能帮助你选择正确的护理方法。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如何自我检查脚部问题，特别是脚气和梅毒脚的自我判断技巧。首先，观察脚部的外观是自我检查的第一步。如果你的脚部出现了红肿、起泡或者皮肤脱落，可能是脚气的表现。脚气的皮肤通常会有明显的湿润感，脚趾间尤其容易出现红斑和水泡。如果脚部有明显的瘙痒感，并且有时伴随难闻的气味，那也很可能是脚气。记住，脚气往往影响脚趾之间的皮肤，特别是潮湿的环境容易加重症状。接着，看看脚部是否有其他异常症状。梅毒脚的表现和脚气有所不同，通常不会有强烈的瘙痒感。梅毒脚往往表现为红斑或者红肿，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在脚部，也可能扩展到手部。梅毒脚的皮肤损伤比较隐蔽，通常不会像脚气那样出现明显的水泡或溃烂。如果你发现脚部有持续的红斑，并且伴随其他全身症状，如皮疹或发热，可能需要考虑梅毒的可能性。除了观察皮肤外观，检查脚部的感觉也很重要。如果你有脚部疼痛或异样感，可以进一步判断脚部问题。脚气可能会导致脚部瘙痒和疼痛感，而梅毒脚则可能伴随全身不适，如疲劳和体重变化。如果症状严重或持续时间较长，建议及时就医，以便获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。脚气通常发生在潮湿、温暖的环境中，因此定期清洗并保持脚部干燥，可以预防和缓解脚气。每天洗脚时，确保脚趾间的皮肤也得到清洁，并且用干净的毛巾彻底擦干。如果你在公共场所，比如游泳池或健身房，最好穿上自己的拖鞋，避免直接接触地面。发现脚部有异常时，及时观察和记录症状变化，这样可以帮助医生更快地做出诊断。如果你对脚部的症状感到不确定或症状持续恶化，千万不要犹豫，尽快去医院进行专业检查。医生会通过详细的检查来确认病因，并提供合适的治疗方案。通过自我检查，了解脚部症状的特点，能帮助你更好地应对脚部问题。脚部健康虽然不常引起重视，但却对整体健康影响很大。掌握这些实用技巧，保持良好的脚部卫生，能有效预防和处理脚部问题，让你的脚部始终保持健康舒适。脚部健康虽小，但影响却大。定期关注你的脚部，进行自我检查，能让你远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记住，不管是脚气还是梅毒脚，及时的判断和专业的治疗都很重要。希望这些实用技巧能帮助你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让你的脚部始终轻松自在。毕竟，健康的脚部才是走向美好生活的最佳伴侣。那么，不妨从今天开始，多关注自己的脚部，给他们一点爱护吧。